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上海阿纪的朱斌，主讲经典课程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6款中的一个短发，一个横向层次，横向层次为主。横向层次呢，整体它是一个偏重的一个体现，但是呢，它唯独跟斜前层次啊、斜后层次不同的是，它的流向感没有那么强，但是立体感和干净程度会有一个明显的对比。然后呢，整体的一个饱满度啊，包括收紧的状态啊，都会去体现。然后今天呢，接下来我们去操作，我们去看一下分区，非常的简单。头旋到耳点前后分开，前区先夹起来，后区呢中心线左右分开，1分为2。我们第一片已经分好了，微微前高后低，但是这个斜度很少，只有10到15度。目的呢是为了接下来我们首位平行分线剪完之后呢，更好的收紧我们后头部的头型。好，接下来去操作。我们先一面去裁剪。首先第一片的宽度，一个梳子的宽度，分线微微前高后低。第一片呢，我们剪完之后，我想要比较轻柔的一个底线，也就意味着我的角度要去提高。人站位是站在转角的位置，颈侧点。高角度提升的时候呢，梳子由下至上梳理，手位微微前高后低，长度设置2到3指位，手位前高后低，平切口完成。这样剪完之后，当我们梳下来，我们可以得到偏轻柔的一个外线偏轻柔。同样的斜度，同样的宽度，继续微微前高后低。第二片开始，我要建立堆积，把它梳到第一片的高度。那梳子呢，由上至下入梳，找到刚刚第一片的位置。好，第二片开始，切口微微走一点点的圆弧形状。这个时候梳下来，表面其实已经有一点重量了。再继续，第3层。微微的前高后低，以第二片为引导，角度呢逐渐提升，但也是堆积重量。切口微微圆弧形。第4片。角度逐渐提升，但是后部点以上，我们提升的角度就不要那么大，因为还是想让后区有一个饱满度。再继续，第5片。跟随引导线，头发梳通透。最后一片，头顶的头发呢，先把它梳到自然垂落，梳子依然是走弧度梳理，这个之前也一直在强调。好，这样裁剪起来会非常的快从侧区去看，它的重量呢是微微前高后低，整体也是一个偏圆形。然后底线切口的形状呢，就是我们发际线的形状。这个底线最后我们再去处理，然后我们剪另一侧。第一片的宽度呢，一个梳子分线微微前高后低，人站位要站到颈侧点的位置，但是我为了方便大家去观看，所以我只能站到后边。然后第一片高角度去提升，由下至上梳理。2到3指位，好，梳下来之后，底线是非常轻柔的就好了。第二片前高后低，横向层次呢，在我们短发当中裁剪运用的是非常多的。看见引导线，
第二边开始，切口逐渐走圆弧形。第三层，还是一样，逐渐提升，看见引导线，下刀。剪完之后呢，与另一侧衔接，再继续。第四片，继续跟随引导，拉力要轻。这个时候边剪边梳下来观察，这个时候重量线呢已经非常的明显。再次逐渐提升。最后一片，顺毛流梳理好，继续跟随引导裁剪，逐渐跟另一侧衔接。好，剪完之后，我们可以从侧区看到这条重量线呢是微微前高后低的，整体也是偏一个圆弧形。底线切口的形状是由于我们发际线的形状剪出来的。底线轻柔，上面偏重，这样后区就完成。接下来我们去裁剪侧区。侧区剪完，我想让它水平面微微向前倾斜一点点，所以在湿发裁剪呢，我会选择斜前分线，与后区的为引导，看一下同等高度，角度提多少，看后区引导线。只要后区引导线提升的高度是清晰的时候，那也就意味着前面的角度过渡是非常自然的。发片呢微微向后带，梳理的时候微微走一个 C 型，手位不要倾斜太多。只要落下来有一点点向前，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第一片剪完之后，前后已经很好的衔接起来，继续。第二层，同样的高度去延伸，发片呢微微向后带，看见引导线，下刀，画 C 型，梳理，这样呢可以保留前面的长度。继续，第三层，同样的高度。梳理是非常重要的，一定要让前后层次过渡非常的自然。手位后高前低，跟后面刚好相反。后边剪是前高后低，剪侧边后高前低，所以在侧面呢可以形成一个内弧线，重量线。再继续，头顶顺毛流梳理，顺毛流梳理向后带，手位向内收，在空中走一个 S 型，前面会略长一些。再继续，最后一片顺毛流梳理向后带，手位向前压，顺毛流梳理向后带，手位向前压，整体去衔接就可以了。整体现在剪完呢，前面刘海会稍微长一点点，另一侧相同，一个梳子的宽度微微斜前，同样高度向后。好，还是一样，找引导线的清晰程度，确定前区发边的角度，微微向后延伸。
不要太斜哦，前面只要落下来有一点点的斜度就好了。第一层完成，接下来第二片，同等高度，前后衔接，继续。这个时候剪后边有引导，底下也有引导，非常的清晰。发际线啊，向后滑 C， 这样呢可以保证我们前面的完整度。第三片，继续，前后梳理起来，过渡要自然流畅。手位后高前低，再继续，转角线以上顺毛流梳理。梳子在空中走一个 S 型，这样剪完之后，可以让我们的层次更加的。最后一片，继续顺毛流梳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体前后过渡，包括一个轮廓都已经清晰的出来。内部的纵量线呢是带内弧形的，后边偏圆形，前面偏三角形的层次。然后现在我也有一个点，前面刘海的这个地方角过于尖锐，要去这一个角，还有就是整体头顶的角。接下来我们先去剪刘海，前面呢刘海加入一个圆形的层次，斜后划分。我们只需要这个刘海去1到2指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太多，还是要保证它轮廓。剪一点点1指位，我剪的是1指位啊。继续偏圆弧形一点点，然后这样呢，梳到侧边去看就会柔和很多，没有特别尖锐的一个角。继续，能剪到的不多，剪到剪不到为止。这个时候我们去看一下，前面呢没有那么硬，去与不去差别其实还是很大的。这角磨掉，我剪的是1指位的宽度，如果你想剪2指可以。那从侧去看，前面这个地方会更短。好，那整体就会柔和非常多。接下来剪头顶，头顶我们只需要前后过渡，纵向提升发片。圆弧形。好，抹掉一点点就好。现在我们去看一下整体的形状。好，这是我们湿发的一个效果，整体的立体感非常的强，横向层次剪完呢也会偏重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去吹干做修饰。好，这是我们剪完结构吹干的一个效果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体的饱满立体感还是比较强的。然后今天这个短发的主题是我们横向层次，横向层次一个好处就是，比如说像我们后底部这个收紧的地方，哪怕是发际线微微翘的那种，通过横向层次呢，可以更好的把它压住。但唯独横向层次跟斜向层次的区别就是，横向层次的流向感没有那么强，比如说向前或者向后没有那么强，但是它在建立形体的时候是非常方便和快速的。每一种层次和方法都有每种的功能，选对素材，用对方法最重要。接下来我们去修饰2步，第1步发尾柔和，第2步整体底线的微调，开始去做发尾柔和。深度2公分，平行头发入刀。
继续，低角度提升，我们最终呢要的是一个柔和的效果，不需要它整体饱满与收紧对比的特别强烈。好，整体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后面柔和就可以了。哪里不够呢？我们再接着做。剪刀的角度一定要调整好，整体不破坏它的形体，柔和感有了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到侧区，顶部呢高角度去提升。鬓角可以稍微做深一点点，表面呢留有它的重量就可以了。耳后单独去做它深一点，让它加到耳后有地方放这个头发，这个很关键。刘海不需要做的太多，好，鬓角需要多做一点，整体协调就可以。协调，然后在我们眼角向上延长线这个地方梳下来。如果前面边线有不干净的，那就稍微走一个 C 型，让它边线变得更加的干净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刘海再梳回来，整体的立体感、细节就会表现得更好。这一侧就完成。底线部分看一下，这个底线我不需要去做的特别的多，后底部毛躁的可以先点一下。好，这个底线不能直接的去切，因为底线是轻柔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有1指位的距离去提升，点剪，要剪清晰干净。1指位提升的这个剪完之后，柔和感还是比较好的，不会那么死板。别让它有明显的角。这样底线处理完之后，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柔和感已经增加了。
剪完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我们底线后底部的部分，毛躁的地方呢，给它点干净。一样的，一个指位的距离，点剪完成。不要这样直接去切啊，一定要保证一个指位的距离。整体切口呢偏圆弧形上去，这一面呢我们也把它修剪完成。看一下，看这种轮廓是不是也有很多短发的影子呢？很多短发，像比如说到耳垂啊，或者半露耳的状态啊，然后呢，喜欢这种偏分刘海或者中分偏长这种刘海，那都是从这种形体上去演变的。然后这个呢，我们已经修完，这个还是一样，它是一个基本形状。我们更需要注意它的细节，流程其实都非常简单。在调整我们自身的一个习惯之后，再去看形体，多剪多练，对你一定有帮助。好，这款基本型呢，我们就到这里。